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李雨欣，今年26岁，是一名普通的白领。半年前，我和相恋3年的男友谢浩结婚了。本以为婚后生活会是甜蜜幸福的，却没想到这才是噩梦的开始。婚后不到1个月，婆婆就以照顾我们小2口为由，搬进了我们的新房。起初我还觉得婆婆是好意，可很快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。婆婆脾气很差，动不动就对我大呼小叫。有一次，我煮的汤多放了一点盐，婆婆就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黄毛丫头，连汤都不会煮，怎么配当我儿子的媳妇？”我委屈的想哭，可谢浩却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妈妈也是为我们好，你多担待些。”不仅如此，婆婆还喜欢插手我们的生活，从我穿什么衣服到我们什么时候回家，她都要过问。有一次，我和同事聚餐到晚上9点才回家，婆婆直接把我堵在门口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：“你一个已婚妇女，大晚上的还在外面瞎混，像什么样子？”我感到既委屈又不被尊重，可每次想和谢浩商量，他总是说：“妈妈年纪大了，脾气是差了点，但她也是为我们好，你多忍忍吧。”就在我以为事情不能更糟的时候，婆婆又提出了一个令我震惊的要求：“小心啊，你看你们小2口都不会持家，以后家里的开支都得经过我同意，怎么样？”婆婆一脸笑容地说道，仿佛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我惊讶地看向谢浩，希望他能说些什么，可谢浩却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这不太好吧？我试图反驳，但声音越来越小。有什么不好的？我这是为你们好。婆婆的语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。你该不会是不信任我吧？我看了看婆婆严厉的表情，又看了看谢浩躲闪的眼神，最终无奈地点了点头。好吧，那就听婆婆的。从那天起，我们家的财政大权就落入了婆婆手中，买菜、购物，甚至连我自己的化妆品都要经过婆婆的同意。我感觉自己像是生活在了监狱里，每一步都受到监视和控制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终于忍不住和谢浩谈起这件事。“浩，你不觉得妈妈管得太多了吗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谢浩皱了皱眉头：“妈妈也是为我们好，你别多想了。”可是我还想说什么，谢浩却打断了我：“好了，别说了，我明天还要早起，睡吧。”说完，他就翻身睡去，留下我一个人在黑暗中默默流泪。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错嫁了，可是每次看到谢浩温柔的笑容，我又觉得也许事情还有转机。我告诉自己要再努力一下，也许婆婆会慢慢接受我的。但是我没想到的是，更大的风暴正在向我袭来。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周末。那天，谢浩的高中女同学小雪来访。“哎呀，小雪啊，你可算来了！”婆婆热情地迎了上去，“快进来坐。”我有些惊讶，平时婆婆对我的朋友来访都是爱答不理的，怎么对小雪这么热情？小雪笑着说：“阿姨，我这次来是想借住几天，可以吗？”“当然可以。”婆婆一口答应，甚至都没有征询我和谢浩的意见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感觉自己仿佛成了家里的隐形人。婆婆对小雪嘘寒问暖，恨不得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给她，而谢浩也总是和小雪聊得热火朝天，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无意中听到婆婆和小雪的对话，让我彻底崩溃了。“小雪啊，说实话，我一直觉得你和浩才是最般配的。”婆婆叹了口气，可惜她和小新结婚太草率了。
小雪轻声说：“阿姨，您别这么说，他们毕竟是夫妻了。”婆婆冷哼一声：“哼，什么夫妻？我看啊，这婚迟早要离。”我站在门外，感觉心都碎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趁着所有人都还没起床，我收拾了一些简单的行李，悄悄地离开了家。我回到了自己的娘家，看到熟悉的家具和父母关切的眼神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女儿，到底怎么了？妈妈心疼地抱着我。我把这段时间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母。爸爸听完后，气得直拍桌子：“这个谢浩太不像话了，还有他妈，简直欺人太甚。”妈妈则安慰我说：“女儿，别怕，你永远有家可回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力量。我擦干眼泪，对父母说：“爸妈，我决定要找份工作，自己独立生活。”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打开门，竟然是谢浩。小心，对不起。谢浩满脸愧疚：“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回家吧。”我看着谢浩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曾经我是那么爱他，可现在我只感到失望和疲惫。谢浩，我们都冷静一下吧。我轻声说：“我现在不想回去。”谢浩还想说什么，但被我父亲拦住了。小谢，你先回去吧，给小新一些时间。看着谢浩落寞离去的背影，我心里有一丝不忍，但我需要时间思考，也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开始投简历找工作，虽然过程很艰辛，但我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和快乐。每天晚上，我都会和父母聊聊天，感受家的温暖。谢浩经常给我打电话、发短信，甚至来我家门口等我，但我都婉拒了。就在我以为生活终于要步入正轨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了谢浩的电话：“小新，我们谈谈吧。”谢浩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，我叹了口气：“谢浩，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？”小新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忽视你的感受，不该让妈妈干涉我们的生活，给我一次机会，好吗？谢浩恳求道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谢浩，我想我们还是离婚吧。”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谢浩才艰难地开口：“小新，你再考虑考虑好吗？我们才结婚不久，正因为结婚不久，我们才应该及时止损。”我坚定地说：“谢浩，我们都冷静地想想，这段婚姻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？”谢浩还想说什么，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手机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。“小新，小新！”电话里传来谢浩焦急的呼喊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地感觉自己被人抱起来，送进了救护车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谢浩正焦急地守在床边。“小新，你终于醒了。”谢浩松了一口气。医生说你是劳累过度加上营养不良，需要好好休息。我虚弱地点点头，突然注意到病房里还站着一个人。婆婆。婆婆板着脸说：“看看你，才离家这么几天，就把自己搞成这样，还是赶紧跟浩浩回家吧。”我正想反驳，医生走了进来：“李太太，恭喜你，你怀孕了，已经1个多月了。”医生笑着说：“这个消息如同一颗炸弹，在病房里炸开了。”谢浩惊喜地看着我，眼里充满了柔情。“小新，太好了，我们要有宝宝了。”但是婆婆的反应却截然不同，她皱着眉头说：“怀孕了，这么不小心怎么带孩子？看来我以后有的忙了。”我感到一阵心寒，即使在这种时候，婆婆也不忘贬低我。从那天起，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谢浩变得细心体贴，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陪我散步，照顾我的起居。但与此同时，婆婆却变本加厉地干涉我的生活。
她找来了一大堆所谓的专家，给我开各种偏方。有一次，她甚至逼我喝一碗不知道是什么原料熬得黑乎乎的汤。这可是我花大价钱请高人配的，对胎儿好。婆婆不由分说地把碗塞到我手里，我闻了闻，一股刺鼻的味道差点没让我吐出来。婆婆，这汤太难闻了，我不想喝。婆婆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一片好意，你竟然嫌弃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平和地说：婆婆，我知道您是好意，但是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我们还是听医生的建议比较好。婆婆冷哼一声：你一个黄毛丫头懂什么？我生了3个孩子，还需要你教我？就在我们争执不下的时候，谢浩走了进来，他看了看情况，轻声对我说：小心，要不你就喝一点吧，妈妈也是一片好意。我不可思议地看着谢浩，心里的失望感越来越强。我放下碗，转身离开了房间，留下婆婆在身后叫嚷：看看，这就是你娶回来的好媳妇，连我的话都不听。我躲在房间里，泪水不停地流下。谢浩轻轻地敲了敲门：小心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犹豫。我擦干眼泪，没有回答。谢浩见状，自己推门走了进来：小心。对不起。谢浩坐在床边，轻声说道：我知道我刚才的做法让你很失望。我抬头看着他，眼中充满了质问：谢浩，你到底站在谁那边？谢浩叹了口气：小心，我没有站在谁那边，我只是不想你们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激烈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感到更加孤单？我忍不住说道：我现在怀着孕，最需要的就是你的支持和理解。可是你呢？每次都是妈妈怎么样？妈妈是好意，那我呢？我的感受你考虑过吗？谢浩沉默了良久，他才开口道：小心，我错了，我保证以后我会更多的考虑你的感受，我们一起面对，好吗？看着谢浩真诚的眼神，我点了点头，虽然心里还是有些疙瘩，但我愿意再给我们的婚姻一次机会。但是好景不长，没过几天，婆婆又开始了她的偏方大业。这天早上，我刚起床，就看到婆婆端着一碗黑乎乎的汤走了进来。小心，快趁热喝了，这可是我熬了一整夜的猪蹄汤，对胎儿好。婆婆笑眯眯地说道。我闻了闻，一股浓烈的中药味扑面而来，让我顿时觉得反胃。婆婆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是我现在不想喝，我婉拒道。婆婆的脸色立刻变了。什么？你又不喝？你是不是存心和我作对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保持冷静。婆婆，我不是存心和您作对，只是医生说过，孕期不宜乱吃偏方，我们还是按医生的建议来比较好。医生？婆婆冷笑一声：你信那些医生，还不如信我这个过来人。我告诉你，这汤你必须喝。说着，她就要把汤碗往我嘴边送。我下意识地往后退，结果碰到了床头的花瓶，哗啦一声，花瓶摔得粉碎。听到动静，谢浩匆匆跑了进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看到满地的碎片和我们剑拔弩张的样子，他皱起了眉头。浩浩，你来得正好。婆婆立刻告状道：你看看你媳妇，我好心给她熬汤，她不但不喝，还把花瓶摔了。我急忙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不小心碰到了。谢浩打断了我们的争执。好了，都别吵了。妈，小新现在身体不舒服，就不要勉强他喝汤了。小新，你也别太固执，妈妈也是为你好。我看着谢浩，心里一阵失望。又是这样，他总是试图平衡我和婆婆之间的矛盾，却从来不敢明确的表态。第二天，我刚回家，就看到婆婆又端着一碗汤站在那里。回来了。
快把这碗汤喝了。婆婆命令道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再给和平相处一次机会。婆婆，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喝这种不明成分的汤，我们还是按医生的建议来吧。谁知婆婆听到这话，突然变得歇斯底里起来。你这个白眼狼，我辛辛苦苦给你熬汤，你竟然说是不明成分，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我被婆婆的反应吓到了，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。就在这时，谢浩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怎么了？又吵起来了？谢浩无奈地说道。婆婆立刻告状。浩浩，你看看你媳妇，我好心给她熬汤，她不但不喝，还说我给她喝不明成分的东西。我急忙解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谢浩打断了我。好了，别吵了，小心，你就喝一口意思一下，行吗？我不敢相信地看着谢浩，你是在让我喝这种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吗？谢浩叹了口气，小心，别任性了，妈妈也是为你好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腹痛，我弯下腰，痛苦地捂着肚子。小心，你怎么了？谢浩慌忙扶住我，我艰难地说道：肚子好痛，快送我去医院。谢浩立刻抱起我，冲出了家门。婆婆在后面大喊：我就说让她喝汤吧，这下出事了吧？在去医院的路上，我的意识渐渐模糊，我隐约听到谢浩在焦急地说着什么，但我已经无法理解他的话了。我最后的念头是，如果这个孩子出了什么事，我绝不会原谅婆婆，也不会原谅谢浩。然后一切都陷入了黑暗。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谢浩坐在床边，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担忧。小新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谢浩急切地问道。我虚弱地问：孩子怎么样了？谢浩脸色一沉，医生说孩子保住了，但情况不太好，你需要卧床休息。而且就在这时，婆婆推门走了进来，打断了谢浩的话。醒了，这下知道厉害了吧？如果你乖乖听我的话，喝了那碗汤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婆婆，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。您还有脸说，如果不是您一直逼我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怎么会……够了！谢浩突然提高了声音，你们都别说了，医生说小新需要静养，不能受刺激。妈，您先回去吧，我在这里照顾小新就行。婆婆不情不愿地离开了病房，临走前还不忘瞪了我一眼。等婆婆走后，我忍不住对谢浩说：你看到了吧，他根本就不在乎我和孩子的安危，只在乎他的面子。谢浩叹了口气，小新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但是妈妈毕竟是一片好意。好意？我冷笑一声。谢浩，你能不能睁开眼睛看看现实？你妈妈根本就不是在为我们好，她只是在满足自己的控制欲。谢浩沉默了良久，他才开口道：小新，等你出院后，我们好好谈谈，好吗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转过头去，不再理会谢浩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一直卧床休养。谢浩每天都来医院照顾我，但我们之间的气氛却越来越僵。婆婆虽然没有再来医院，但我知道这场战争远没有结束。终于，在住院2周后，医生宣布我可以出院了。但是，就在我准备离开医院的那天早上，一件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事情发生了。我正在收拾东西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骚动，紧接着谢浩脸色惨白地冲进了病房。小心，出事了！谢浩的声音在颤抖。我心里一沉，怎么了？谢浩深吸一口气，艰难地说道：妈妈自杀了。我瞬间愣住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什么？怎么会？
谢浩颓然地坐在床边，我的大脑也一片空白。虽然我和婆婆之间有很多矛盾，但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海，我颤抖着问道：“谢浩，你该不会是在怀疑我做了什么吧？”谢浩猛地抬头，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小心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想。警察说，他们在妈妈的遗书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内容，他们怀疑这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自杀案。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我知道事情正在朝着一个我完全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。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我们的生活陷入了一片混乱。警察多次来询问情况，亲戚们的闲言碎语不断传来。谢浩整天魂不守舍，而我则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绝望。就在我以为事情不能更糟的时候，医院传来了一个噩耗，因为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身体状况不佳，我的孩子流产了。这个打击彻底击垮了我，我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吃不喝，也不愿意见任何人。又过了半个月，警方终于有了新的发现。他们在重新检查婆婆的房间时，发现了一本日记。日记的内容让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原来，婆婆一直对我的存在感到极度不安，她害怕我会夺走谢浩对她的爱，所以一直在暗中搞破坏。那些所谓的养胎汤，其实都被她加入了对胎儿有害的中药。她的目的就是要让我流产，从而破坏我和谢浩的感情。当他发现自己的计划即将败露时，他选择了自杀，并在遗书中暗示是我逼死了他，企图在临死前给我最后一击。这个真相的揭露让所有人都崩溃了。谢浩整日以泪洗面，不停地向我道歉，而我则陷入了更深的自责和痛苦中。最终，我还是和谢浩离婚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